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，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麦穗之树。我老家在贵州，3岁那年我就被父母送到了安徽，在外婆家抚养长大。从小呀，我就体弱多病，听我妈说，很小的时候差点就死到了医院里，后面体质就一直很差。第一次遇到的灵异事件，也是我外婆给我讲起来的，那时候我才3岁。外婆家在农村，免不了就要下地干活，就把我带去了，把我当时放到了田埂上，刚忙活一会儿，我就哇哇的大哭起来。外婆赶忙的过来看我，发现我突然发高烧，后面送去医院看了，还是高烧不退，就这样烧了好多天。我外婆说我当时是中邪了，讲给我听的时候，我只当是外婆迷信，我还说外婆啊，你这种思想是不可取的。然而从我有记忆起，我就经常的发烧感冒，不是吃药打针，就是在医院里吊水，反正啊1年4季都得去医院。我觉得有一个前提我得说一下，我从小就没有一个人住过，家里跟外婆是一个房间的。有记忆的第一次撞鬼是我初中的时候，当时的我是不信鬼神的，突然我岔气了，很痛，痛了好多天，越来越痛，身体直到直不起来。老师呢就让家长带我去看病，医生说我这个是岔气了，他自己就会好。但是我后面好几天却越来越严重，呼吸都疼。我外婆看事情不对，就说呢带我去村里一个高人家里去看一看。说实话，我虽然很痛，但我还是相信科学的。我说不去，外婆生拉硬拽着我去的。其实吧，所谓的高人就是隔壁的邻居，一个老大爷，他看着我长大的。当时的他准备了一把麦子杆和一碗水，还有一把刀，他嘴里念念有词，说了些啥奇怪的东西，而且在我的身边晃了晃。我当时只觉得好笑，但身体实在是太痛了，我笑不出来。他念完这些就直接把麦穗给砍了，就叫我往外走，千万别回头。我就往院子的外面走，这刚出院子我就奇迹的好了。你没听错，我当时就好了，一点都不疼。从这里开始，我就有点怀疑这个世界了。这种事情只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才觉得匪夷所思，究竟是什么原理呢？平行时空下的赏月人。这亲身经历的第2次还是在我初中的时候。我呢跟外婆比较亲，晚上长时间看不到外婆的话，就会去找外婆。那天家里有很多的邻居来打牌，我当时觉得太吵了，就想找外婆吐槽一下，结果楼下找了一大圈，愣是没找到，我就上了2楼。因为家里都非常熟悉了嘛，摸着黑都能走，而且那天的月亮格外的亮，我呢也就没有打开楼梯的灯。当我还有2步上2楼的时候，很明显的看到楼上的走廊有一个身穿白色西服，戴着白色帽子，拄着拐杖的人。此时的他正背对着我在欣赏月亮。我当时被吓得后背发凉，当时我下意识地以为是我看花眼了吧，我还揉了揉眼，结果那人还在。我当时拔腿就跑，下楼的时候就遇到外婆了。我说外婆，楼上有人。我外婆呢就说我胡说，她让我表哥上楼去看，结果表哥把每个房间都看了，接着还去了3楼，但一个人影都没有。我们都很确定没人进任何的房间，因为房间的门都有点问题，
开门声非常的大，这关门声也很大。而且奇怪的是，之前我怎么找都找不到的外婆，她一直在厨房里跟表哥他们在聊天，可我当时在厨房里看过也找过，根本没有外婆在里面。难道是我误入了一个平行空间吗？阿姨的呼唤。我家里有渔船，那时候我阿姨跟家人乘船，说要去河对岸拔春笋，留我和表弟在家。出门的时候叫我们少看电视，赶紧的写作业，他们回来一定会检查。这个大家懂的都懂，能偷点懒那肯定是多玩会儿呀。我们当然不会写作业，结果就是看了一下午的电视。突然我听到阿姨在叫我，用方言叫我的小名，露露。我马上的把电视关了，跟我表弟说阿姨叫我了，可表弟却说没听到，说我呀准是在幻听。结果我又听到了好几声露露。后来我叫表弟跟我去河边看一看，结果发现渔船还在河对岸，阿姨他们刚刚上船。这河面很宽，我在家里是不可能听到他喊我的，可就算是他在河岸的这边，我也是听不到他喊我的。但是家里听到的那声音却非常的清晰。等阿姨他们过来的时候，他呀给我骂了一顿，问我到河边来干嘛，我就说不是你叫我来的吗？阿姨说我是胡说八道。这次的经历让我不得不往灵异上面想，我当时听到的呼唤究竟是什么呢？烧香。有一次，阿姨跟外婆他们全部都要离开家几天，就剩我、表妹、表弟和亲妹妹在家。他们也不放心，就叫了表妹的外婆来家里住几天，照顾我们。诡异的是，当天晚上表妹就做了噩梦，她大喊大叫，突然的发高烧，打冷战。醒了以后，我们就全部都下了楼来，她外婆煮了姜水，叫我们也都挨个喝一点，准没坏处。结果喝到一半，大家都闻到了很浓的香味，就是类似烧香的那种味道。我出去院子里，味道就淡了，这香味确定就是在家里散发出来的。当时给我们都吓坏了，因为家里头根本就没有人烧香。我们几个人一起住在了一个房间里。第二天表妹不烧了，其他人呢也没什么怪事发生。可能有人会说，会不会是表妹的外婆烧的？但并不是，情况就是家中有莫名的烧香味，而这个味道和表妹的噩梦、发烧有没有联系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鬼压床。我高中的时候，其他的寝室都10个人，就我们宿舍5个人住，很奇怪是吧？我们也怀疑过，但都没往那方面去想。某天宿舍里有个女孩子突然的鬼压床，她醒过来说我们都不救她，她拼命的喊让我们救命，可我们没人理她。她说自己根本动弹不得，反正当时是要吓死了，心惊肉跳，绝处逢生的感觉。我当时还特意的搜了鬼压床的原因，给她科普了，无非就是睡瘫症嘛，身体的器官也会欺骗自己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结果诡异的是，第二天晚上我就鬼压床了。大半夜大家都睡了，我就把头发放到了床边睡觉。睡觉前呢，特意洗了头发，还没完全干，放到了床边晾一晾。我的头发是拖到屁股的，所以我头发呢放到了床边，也就是拖在了地上。等我睡着了，突然有一只手从我地上的头发里往上摸着，我一下就惊醒了，但眼皮子特别的重，根本睁不开，身体动不了。可是我很清醒，我拼命的挣扎，我的眼睛终于能勉强睁开。
脖子也勉强地扭向了床边方向。没人，我能看到对床2个人在睡觉。我想喊救命，却根本喊不出来，嘴巴张不开，只能哼哼着。这时，一只无形的手已经摸到了我的头顶，透过头发往我的脸上摸了过来。我那一下都绝望了，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手突然挣脱，也只有手挣脱了。我抓住了抚摸我脸的手，触感冰冰凉，很大的一只手。我使劲的一甩，把手从我的脸上甩开了。突然全身都能动了，而且也能发出声音了。我知道那绝对不是梦，因为那手的触感太过于真实。前面是我的第一次鬼压床，后面在家里，白天我一人在家睡懒觉，鬼压床了2、3次。我呢也没当回事，反正接下来的日子又平常了。学校毕业出来以后，我没选择药理专业的职业，选择了学习做蛋糕。接下来是在蛋糕店的灵异经历。太平街里不太平。蛋糕店分配的宿舍是多人的，也许是人气旺盛，反正没啥灵异事件。后面我就能独当一面。店里派我出去顶班，远的那家在太平街上，1个月要去一次。我呢，每次去都住在同一个酒店里，而且每次我都住在标间，1个床我睡觉，另一个放行李。之前一直相安无事，直到有一次，太平街那个师傅要休息，他说菜差季了，他呢要回家做猴魁，要休息个26天。其实他有很多的假，休1个半月，老板都得照常发工资的那种。我呢就被派去顶班了。我去酒店办理入住的时候，跟前台和老板也都蛮熟的了。他说他们家已经订满了，后面也是他们家新建的，我就在前面办理了入住，住到后面去了。其实后面明显的清静很多，而且房间呢比老的要大一些，就是一进去有点凉飕飕的。我觉得可能是房间太大了，不适应，选的也是标间。前2天也没啥事，我就正常的上下班。那里的活儿真的不多，过得不要太开心。过了几天，晚上我就鬼压床了。我猛地惊醒，由于鬼压床我也不是第一次，所以只是有点吓到，对我呢没啥伤害。我顺手关灯睡觉了。可没想到没2分钟又鬼压床了。我顿时觉得不行，哪有连着鬼压床的，就不敢睡。其实那时候时间还早，11点出头。我找朋友聊天，天南海北的聊，就是不敢说自己刚刚发生的事儿。我没打开空调，但房间出奇的冷。我内心的想法是，我过了12点再睡，如果12点没事，我应该就没事了。一连几天，我睡觉都过了12点睡，还一夜不关灯。我实在是吃不消了。他家新的酒店灯是白炽灯，特别亮，不是老酒店的那种昏黄的灯，一直睡不好。有一次我醒过来看了手机，发现是凌晨2点多。我想着都过了12点了，应该没事了。我顺手关了灯睡觉，没那么快的，刚入睡就鬼压床了。我真的非常崩溃，就只能开着灯睡了。其实我有点那种记吃不记打。后来有一天我醒过来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，外面的天都蒙蒙亮。我想着天都亮了，鬼还能来，顺手把灯关了。刚睡没一会儿，我就觉得我隔壁床的窗边有人看着我。我近视，眼皮又跟灌了铅一样，睁开又马上闭上。其实我不困，但我根本动不了。好不容易的把眼睛睁开，迷迷糊糊的看到那个黑影在我的床头，一股凉意瞬间朝我吹来。我想着完蛋了，我的手现在只能小幅度的动。我想着要是不开灯，也许今晚就要挂了。反正是就在床上挣扎着，那种无力感，我突然摸到了手机。
我想着把手机按亮，但就是不亮。我当时都急死了，手机终于亮了，我没力气把手机举起来。当时呢，就只有一个想法，把床头的灯按亮。那时候的我使劲地翻身，好不容易把手抬起来摸开关，开关上有一只手，我真的摸到了一只手。我一下子收回了自己的手，但我的大脑还没反应过来，我的手就做出了反应。我把手使劲地按在了开关的手上，一打，灯开了。我的眼睛坚持不住闭上，过了没一下，我就从床上弹了起来。我以为刚才是鬼压床，是个梦，但我低头看到了我手机屏幕亮着，后背发凉。晚上不睡，白天睡，我坐在店里靠在墙边睡，但时间长了屁股疼，容易腿脚麻。反正店里不忙，我就中午回去睡一会儿。回去睡了2天，我发现这样也行，可好景不长，白天我也鬼压床了。那个晚上的黑影白天出现在了我的床边，感觉有东西踩在了我的胸口上，我喘不上来气。后来就是也不敢白天关灯睡觉了，感觉只要是我关灯一个人睡，它就会出现在酒店里。再后来都在店里打盹儿，提心吊胆过了剩下的日子。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没遇到过鬼压床，但经历过才知道那种恐惧和无力。老小区，我在那里干了几年，太累了，腰肌劳损，经常发作。我呢，索性辞职不干了。在家里休整了一段时间以后，谈了个男朋友，我呢就去南京上班。后来回来找男朋友，他呢是太平人，在太平租了个房子，2室1厅1厨1卫，是那种老小区，门都掉漆的那种，反正挺老。我呢去他那儿玩2天，不巧我去的那天他要上班1整天，到第2天白天8点才下班。说实话，我没有一个人住在那个房子里过，但我也不害怕。我呢是白天到的，舟车劳顿太累了，就躺在了卧室的床上睡着。下午4点多，我被鬼压床，迷迷糊糊的看到人站在床的旁边，我把头扭到另一边不去看，但我发现我关好的卧室门是打开的。当时真的好无助，这次非常的特别，就感觉有人把我揍了，直往我胸腔的骨头上面打，特别的疼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要疼得昏厥过去。当时已经非常清醒，全身冒着冷汗，但眼皮也是不能完全的睁开。我觉得这次我是完蛋了。突然听到了楼下狗子小黑在叫。楼下的小黑非常的乖，除了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早上的叫打扰我睡觉，我喊了2句别叫了，他呢就没有再叫。他是那种驯养的狗，听得懂人话。当时的我稍微能动了，我把身体支撑起来又倒下，就感觉有东西在拽着我，不让我起来。外面的小黑叫得特别的凶，我强忍着疼痛起来，在窗边看到小黑是对着我的窗口在叫，我人都麻了，想都没想就赶紧的出门。我踉踉跄跄的上了街，感觉自己要倒，自己胸口那块疼得说不出来话。离开小区以后，蹲在了路边缓了很久。再后来胸口也不疼了，呼吸也顺畅了。反正不敢回去住了，就在街上逛着。后来跟男朋友讲，我不敢一个人回去睡，晚上10点他跟他的同事调班了，把我从大街上接了回去。文笔不佳，感谢各位能听我的投稿。我觉得我可能一个人的时候就容易装鬼，还好我从小到大独处的时间很少，以前经常感冒发烧什么的，近2年没那么频繁了，而且近2年也没有在鬼压床之类的了。这次一吐为快，也算是把心中长久的疑惑能讲出来。好了，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
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或者身边人的恐怖遭遇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